男孩捡到一张巨型蛇皮，他瞧了半天，心想着能卖个好价钱。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随后摘了几个野果填饱肚子。此时，一只狡猾的狐狸出现，故意分散男孩的注意力，而另一边的同伴负责把野果偷走。男孩一路追赶到大树上，周围瞬间变得安静起来，气氛显得有些诡异。就在男孩不知所措时，一条千年蟒蛇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，还跟男孩打了一声招呼。男孩被吓得哑巴呆住了，站在原地不敢乱动。他从蟒蛇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过去，原来男孩叫洛克，在多年以前，父亲带着他在山洞里过夜，不料遭到一只老虎的袭击。父亲为了保护洛克，拿起火把与老虎展开了搏斗，但还是没能逃出去。最后，父亲被老虎活活咬死，但火把也烧伤了他的眼睛。随后，老虎仓皇离开，他并没有发现一旁的洛克。过了不久，洛克缓缓走出山洞，刚好被一只黑豹发现。庆幸的是，黑豹并没有伤害洛克，反而是收养了他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洛克一直跟着黑豹学习生存技能。渐渐的，他长大了，但黑豹没有能力一直保护洛克，于是把他托付给了狼群。跟着狼群的这段日子，洛克过得十分安逸，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这天，狼群带着洛克来水池边喝水，森林里的所有动物也都聚集在此地。因为每当旱季来临的时候，池塘中间的岩石一旦露出水面，动物们就会进入休战期。在这期间，肉食动物不能狩猎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成为整个森林的敌人。此时，一只凶狠的老虎突然出现，所有的动物如同见到了大哥，都纷纷为他让道。老虎发现男孩也在那里，于是要求狼群把洛克交出来，说人类的存在会破坏森林的法则。但狼王却不认同这样的说法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早已把洛克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而老虎却没有选择硬刚，在临走之前放下狠话，如果不交出洛克，到时候就等着收尸吧。原来他就是当年被洛克父亲烧伤的老虎，所以他这几年一直怀恨在心，想要除掉洛克姐心头之恨。到了深夜，狼群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并且喊来了黑豹。经过慎重的考虑，最终还是打算把洛克送回人类居住的地方，因为终有一天老虎会找上门来。为了不想给大伙添麻烦，洛克只好告别狼群，和黑豹踏上了回家的旅程。却没想到在半路上遇到了老虎，黑豹当场和老虎扭打在了一起，可双方的实力悬殊，黑豹没几下就被打倒在地。洛克跑到干枯的河沟里，正好碰见一群野牛经过，洛克趁机抓住机会，一把抱住了牛角，就这样一路跟随牛群向前狂奔。随后他来到了蟒蛇的地盘，男孩被一条千年蟒蛇牢牢缠住，只见他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就要将男孩吞掉。危急关头，一头棕熊从背后咬住蟒蛇，经过双方激烈的争斗，男孩成功被棕熊救下。等洛克醒来之后，却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山洞，棕熊也毫不客气地提出要求，洛克必须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去悬崖边给他摘蜂蜜。随后洛克应用人类的技能，做了一些简易的工具。就这样，洛克很快就把林子里的蜂蜜都摘了下来。久而久之，棕熊也对洛克产生了好感，经常带他去河里戏水。黑豹随着气味找到了洛克，而洛克给黑豹看他刚摘下的蜂蜜。黑豹看了之后显得十分生气，因为他违背了大自然的生存法则，帮助棕熊获得蜂蜜的同时也伤害了蜜蜂。黑豹要求洛克立即回到人类的居住地，但现在天色渐晚，只能等到明天出发。到了深夜，洛克突然听见大象的哀嚎声，他赶紧跟随着声音走过去查看，原来是一只小象掉进了坑里。洛克急忙跑回洞里拿绳子，然后把小象救了上来。与此同时，黑豹和棕熊也看到了这一幕。虽然洛克破坏了森林法则，但他同样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这里的动物。棕熊请求黑豹不要让洛克离开，让他留在森林里不好吗？但老虎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途中还袭击了狼群。洛克不走，只会让更多的动物遭受威胁。棕熊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对着洛克说：“你只不过是他的利用工具罢了。”洛克听完后非常生气，他跑到一棵树上，突然被一只猴子抓了上去。猴群们在树上互相传递，最终把他带到了一间废弃的烂尾楼。洛克刚走进去，发现这里面全是猴子，可突然间小猴们都后退了数十米。原来他面前的正是传说中的猴王。只见他伸出巨手，随即拿了几个金黄的蜜瓜，直接扔到男孩的面前。此时的洛克已经饿坏了，拿起来当场开吃。那既然吃了猴王给的东西，那就要帮他寻找火种。但洛克从小在森林里长大，不知道怎么获取火源。就在猴王恼羞成怒的时候，棕熊及时出现，从而引开了猴群，而黑豹却在通道边示意男孩。洛克趁猴王不注意，悄悄地跟着黑豹从另一条路逃跑，但却不幸被猴王发现。洛克疯狂地逃命，而黑豹和棕熊负责掩护他。猴王愤怒地从里边冲了出来，虽然他的体型庞大，但却行动自如，没几下就挡住洛克的去路。猴王表示，只有我能够保护你的安全，老虎对于他来说就是个小卡拉咪，你忍心看着那些保护你的动物都领盒饭吗？洛克听完后，想回去的心变得更加迫切，他要给自己的父亲和狼王报仇。随后洛克转身就跑，猴王不停地在背后追击，在最后一秒，洛克突然一跃而过，猴王被困在里面不停地挣扎。由于古庙内的支柱全部断裂，从而导致上方出现了坍塌。就这样，猴王被埋在了废墟底下，而洛克最终也幸运逃出。他现在只想回去找老虎报仇，但以自己的实力等同于白白送命。他突然意识到，
当初父亲把老虎的眼睛烧伤，用的就是火把。于是洛克悄悄来到人类居住的村庄，拿走墙上的火炬，朝着森林深处一路狂奔。不经意间，火屑都掉在了地上，而他却并不知情。最终，洛克成功找到了老虎。此时回头一看，刚才掉落的火苗已经引发了大火。老虎却说人类就是个狡猾的动物，洛克的存在只会威胁到森林的安全。然而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洛克，气得他把火炬丢进水里，但这正好中了老虎的诡计。此时的他手无寸铁之力，拿什么与老虎对抗？当老虎想要攻击洛克时，所有动物都站了出来，想要保护洛克。随后大战一触即发，就算是他们几人联手，也不是万兽之王的对手。没几下的功夫，动物们就被打趴在地。紧接着老虎继续追杀洛克，此时的洛克被逼到树上，眼看老虎就要结束战斗，洛克一把抓住树枝跳了过去，而老虎却因为树枝断裂葬身于火海之中。洛克最终还是凭借着人类的智慧，从而制服了凶猛的老虎。但眼看动物的家园就要被烧毁，大象们突然灵机一动，用枯木堵住河流，使河水汇聚在一起，再用尖利的獠牙朝地上挖出了一道水沟。就这样，大火被河水扑灭，森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。洛克最终也没有选择回到人类居住的地方，而是和动物们过着悠闲快乐的生活。